关注最新资讯，把握经济脉搏。大家好，我是主播小陈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本期主要内容：近日公布了今年第一季度深圳二手房房价下跌区域表，列出了同比去年同期深圳跌幅最大的各个板块，跌幅超过10%的片区达到25个，核心地段老城区跌价达30%。4月清明小长假后，迎来楼市交易暴涨，二手房的成交率涨幅不大。根据某网站数据统计显示，过去1年深圳房价跌幅超过10%的片区达到25个。跌幅最大的片区并不是之前涨得最猛的片区，而是南山一个并不那么起眼的板块——南山中心区，跌幅达到了30%。排名第二的是华强北，跌幅为28%。华强北在楼市中同样算不上是网红片区。跌幅最大的2个区域，竟然是南山和福田2个不太起眼的板块。我想，这多少会出乎大家的意料。下跌超过10%的板块主要有3类。第一类就是顶级学区板块，比如翠竹、百花、八卦岭，都是带顶级学位、老小区扎堆的片区。去年深圳顶级学区房的平均跌幅能达到20%，是跌幅最大的房子。就拿经常传出损盘的百花片区来说，片区内的长城花园去年跌得最猛的一套学区房，直接跌了700万。最近有消息称，南天有一套107平的3房，挂盘价只有1100万，低于指导价184万。顶级学区板块的大跌，应该不出绝大多数人的意料。毕竟去年打压学区房的政策很多，这些片区的房子多数楼龄在20年以上，全靠学区撑起房价，学区的确定性被打破，直接要了学区房的命根，房子的价格撑不住是很自然的事。不过，此次顶级学区房的价格并不是跌得最多的，毕竟在去年达到峰值后，学区房价格已逐渐回稳。第二类是前几年房价涨得比较快、价格虚高的片区，典型的板块是前海、大冲、蛇口。说这一类板块价格虚高，主要是因为这些片区的指导价和市场价格往往差距很大。比如前海小区的指导价多数在9到10万每平米之间，市场实际的单价在13到14万每平米之间。而蛇口小区指导价价格在10万每平米左右，市场报价普遍停留在13万每平米。再比如大冲小区的指导价多数在13万每平米，市场价格在每平米15到17万之间。去年一整年，房贷都是严格按照指导价贷款，如果指导价和市场价差距大，那么首付成本就会很高。这些板块缺少成交，下跌幅度持续走高的主要原因，就是因为指导价。第3类也是跌幅最大的一类，就是核心地段的老旧片区，比如地处南山，跌幅最猛的南山中心区，再比如地处福田腹地的华强北、车公庙、新洲、时下。以往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刻板印象，认为只要是在南山、福田的板块，房价就算是下跌，下跌幅度也比其他区域的板块少，但这次却不按常理出牌。南山、福田这些城中村扎堆的老片区，别说和其他区的核心板块，比如大运、光明中心区、红山相比，即便是和其他区比较老的板块相比，跌幅也更大。龙岗布集的大分板块跌幅只有14%，光明的老城区公明下跌幅度只有13%，宝安的西乡跌幅只有15%，只有南山中心区跌幅的一半。按理说，地处最佳地段，有配套，交通还方便，市场需求应该不会少。那为什么这些板块反而成为了整个深圳下跌最猛的区域？主要有3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是产品原因，因为片区面积比较小，而且建设比较成熟，各类配套又很齐全，所以真正能给到住宅小区的空间其实并不多。但是在有限的空间中，片区内的小区数量却非常多，中心区的小区密度非常大。在这个条件下，这些老城中心区的社区形成了2个特点：社区小，户型小。片区的社区主要是以小社区为主，很多小区只有1、2栋楼，连小区的空间都没有。即便是有围合式的小区，也是社区面积很小、楼龄很老的小区。小户型加小社区都是典型的刚需配置，但大家不要忘了，由于指导价贷款导致首付成本升高，刚需想买深圳的二手难度越来越高。
因此，当下二手房市场的主要买家已经不是刚需客，而是改善客。改善客对于产品和社区的需求是最看重的，而这2点正是南山中心区的弱点。在这样的市场下，想要争取客源，只能降价。第二个原因是新房供应增加，而且价格更低。前几年，深圳还是一个以二手房交易为主的存量房市场，新房供应很少。那个时，大部分深圳人买房只能看下二手。那个时候，如果想要以最低代价入场南山，大部分人都会选择南山中心区，因为这里是南山的房价洼地之一。但到了现在，新房价格比二手的洼地还要低。比如最近传闻即将要开盘的南头新盘红龙园上景公馆，价格还没正式公布，但预计单价大概也就在8到9万每平米之间。而南山中心区二手价格最低单价也要在10万每平米上下。第三个原因则是没有概念，没有新的发展空间。深圳是一个追求概念的城市，但是诸如南山中心区这一类板块都已经是成熟的片区，没有任何可开发的土地，也就没有概念可言。而且更尴尬的是，福田、南山很多片区虽然老，但很多房子相比罗湖动辄30年的楼龄，还是有些差距。所以这些区域的旧改项目和旧改规划并不多，和新区相比，没有新概念，也没有新的空间开发；和真正的老片区相比，又没有老旧小区改造再创财富神话的可能。处在中间位置的这些小区就变得更加尴尬了。房价下跌30%已经成为过去，更重要的是未来。南山中心区、华强北这些片区，既然价格已经跌了那么多，那么他们的价格是不是已经到底部了吗？从大趋势来看，在官方刺激政策的加持下，深圳房价的下跌行情已经走到了尽头，回暖会成为趋势。但现在确实和调控前的行情有很大的不同，新房限价加大量供应，会继续压制二手市场，所以房价想大幅上涨可能性不大。而且不同板块之间极有可能出现部分板块价格上涨、部分板块价格横盘的分化现象。南山中心区、华强北、车公庙这些板块没有什么想象力，房价很难反弹。接下来房价大概率会横盘，或者最多是微涨。尤其是最近几天深圳新房楼市大热的状况，或许会加剧二手房的危机。近期深圳楼市热起来的信息满天飞，各大楼房营销中心热闹异常，尤其是龙岗中心城的和正方舟，3天卖掉43套。整个2021年，深圳楼市持续下跌，房价下跌10%至15%，成交量创纪录的跌入谷底。2022年2月二手房成交量仅有872套，刚刚过去的3月份预计只有1000套，而这短短几天的成交量就几乎比得上前面1个月的量。为什么深圳新房市场近期如此火爆呢？首先肯定离不开3月以来全国多个城市松绑的影响，政策吹暖风，市场信心就有所提升。一季度这3个月，地方政策侧重对需求端的支持，从降低房贷利率、提供购房补贴、降低落户门槛、提高公积金贷款额度上限、降低公积金首付比例，到取消认房认贷支持改善性购房、降低交易税费、取消限售等。调控政策松绑的城市由3、4线城市向郑州、哈尔滨等2线省会城市传导，最后鼓舞1线城市的楼市。而1线城市往往可以利用其风向标的地位，带动其他城市回温。其次是近期指导价上调的传闻，进一步刺激新房市场。如果楼价一直在跌，人们反而不敢立马买房；但市场一旦出现回暖、价格上调的信息，人们反而坚定买房意愿。最后对比二手房，新房的优势更加明显。毕竟之前二手涨得太狠了，购买力一时半会很难满血复活。房价明显上涨难度比较大，翻倍难度就更高了，需要的资金量很大。并且从清明节深圳楼市成交的数据来看，分化问题还是很严重的。第一，中心区刚需盘关注度更高，不管是福田、宝安还是龙岗、龙华，发了喜报的大多是主打刚需产品，而且属于区域中心片区的楼盘。第二，单价不超过6万1平的楼盘去化更好。深圳刚需群体很庞大，但他们的购买力比较弱，单价高的产品对他们来说上车难度高，所以5万每平以下的楼盘更能吸引他们。
因而，深圳未来一段时间新房市场或将迎来很长一段时间的热潮，而二手房市场的回温现象则不明显，刚需买房者也更考虑购入新房。感谢收看本期视频，您对本期内容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，欢迎订阅并分享，我们下期见。